情的严重性的。哼，林然，这下你可有得受了。你既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继续手术？汤法缝合的话，中途停止会对病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但我在进行肌腱缝合之前，并不知道这是违规的。什么？我说主任，这家伙滑头的很，你可千万别信了他的鬼话。林然，你小子在主任面前竟然还敢诡辩，顶撞我就算了，难道你已经嚣张到连主任都不放在眼里了？林然，在手术室里，主刀是绝对的权威，你不仅要依照主刀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操作，而且你的操作，尤其是非常规操作，都必须提前告知主刀医生，并得到允许，明白吗？明白。主人的教育虽迟但到，这才对嘛！得狠狠地给这小子一顿下马威。主任继续。这次暂且先继续，以后再进行手术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干脆直接让我来做主刀医生。林医生，你这回答是认真的吗？不过是进行了一次手术时担任医助，下次就想做主刀？臭小子，你要我的位置往哪儿摆？看来不狠狠教训你一下，你是分不清个大小王了。喂，你是手外科的，对吧？哦，对。帮我个忙，你现在赶紧去把你们科的锦溪主任给叫过来，快！啊！帮我个忙，你现在赶紧去把你们科的锦溪主任给叫过来，快！啊！你们锦溪主任平时也不做汤法缝合吧？被听到了。是的，汤法缝合是潘主任的专长，景主任平时不做的。王佳，也给我个眼镜。好。眼下最重要的是，林然的手术究竟做得怎么样了？虽然我也没做过手外科的术式，但是对于肌腱缝合还是不陌生的。边缘对得很整齐，缝合也很牢固，周围的损伤也都不大，最起码我霍从军是挑不出毛病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林然，你继续做吧。好的。不是啊，霍主任，你还让他继续啊？不然呢？要不换你来？汤法缝合中途停止会对病人造成什么样的损伤，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俩都不会的情况下，除了让林然继续，还能怎样？只要霍主任愿意背责任，病人变成什么样都与我们无关。帮我拿下组织检、持针钳，还有执念。霍主任，等林然做完，剩下的交给手外吧。我的人能做，为什么还要让他们手外的来？差点忘了，霍主任可是国内最先鼓吹大急诊的医生啊！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急诊科得规模化和专业化。以药养医的年代，外科部门做手术没有钱赚，急诊科还能抢点手术来做。省里医改后，手术费用提高了近10倍，外科医生们都抢着上手术，急诊科再想做点好的手术就没那么容易了。虽说林然在这件事上让人感到不适，但他能轻松做完血管吻合术，缝合的位置选得很讲究，也准确地绕开了血管和神经丛。虽然很不甘心，但不得不承认，这小子的技术确实没得说。急诊科有人能熟练地操作汤法缝合这种术式，霍主任是绝不可能放弃的。现在手术室里的人太多了，其他科室的先到外面等一会儿。没得看喽。真是可惜，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现场观摩汤法缝合。下巴抬一下是仰，抬2下是打招呼，抬3下就是……我明白了，霍主任，我这就出去。好了，现在就剩咱们科室自己的人了，开个临时的小会吧。林然，我得批评你一下。对，主任就该狠狠地批他，技术再好也得批。我看你最近2次私自行动，罔顾纪律，后果有多严重，你知道吗？别不服气，如果是别的医院、别的医生，要公事公办地处理你。别说你档案上的污点了，就是毕业证你都有可能拿不到。主任，你简直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总而言之，你这2次违规操作必须要引以为戒，
现在你还处于实习期，但就你的严重错误来说，惩罚还是要有的。认可吗？认可。实习生抢主刀，处罚要来了吧？我会给医教科说明，延长你在急诊科的实习时间。你的总实习时间要比别人长，有意见吗？没有。好，那咱们接着说第二件事。刚刚不是说严重错误要惩罚吗？延长实习期算啥呀？小丑竟是我自己，知道吗？咱们急诊科前3个月送到手外科的屈肌腱损伤患者，差不多有30个左右，相当于每3天就会有1例屈肌腱受损的病人。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主任的意思是，林然，你还想不想再做汤法缝合？林然，你还想不想再做汤法缝合？想肯定想，但是真的可以吗？如果这个手术做得好，在有主治医生授权的情况下，就可以再做。屈肌腱损伤的手术可大可小，做一段时间的话，应该能积累出不少的病例。对呀，主任的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之前一直在意主不主刀的事，竟然忘了这是我手底下的病人正在接受手指无人区的汤法缝合啊！哪怕是在仁华医院全院来看，也是很高级的手术了。如果霍主任说的是真的，我们急诊科每个月做10例汤法缝合，到时候年终总结里加一句，积极开展了新的诊疗方式，全年完成汤法缝合120余例，创造了全国急诊医学界的新纪录。这事儿要是真的搞成了，老婆，名牌包包随便挑，别给你老公我省钱，咱不差钱。老公你真棒！哎，小子，到底能不能成，就看你的技术了，千万得好好缝啊！血管钳全部完成了。这就好了，检查了没？可别松懈出岔子啊！让我看看。赵医生真的很严格，我自己也得更严格的检查才行。行了，我觉得可以了。大家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太好了，手术圆满成功。得抓紧去趟手外，把王海洋副主任找过来会诊会诊。他这一关要是能过，后面的事情推进起来就名正言顺了。正想找你呢，王主任，想麻烦你跑一趟。霍二胖，你殷勤的让人很不习惯呢啊！没想到你还有求人的时候啊！说吧，什么事儿啊？想请你去会个诊，等事情办完，晚上别急着回去哈。咱们去喝。别介，你这说的我都心虚了啊！行了，也别会议室了，直接上病房看吧。好。嚯，看起来是留观室，实际却是病房，就是为了捡我们手外的漏吧啊！还好来的是我，要是让金主任或潘主任看到了，能让你给气得笑出来。你们手外还有留在急诊科的病人呢，这些病人我还不能收治了，总不能都让你们先挑了吧？一般急诊科抢救或简单处置后，要将病人转到其他科室，但其他科室会考虑治疗难度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很多病人因而滞留在急诊科，这种情况叫做为其他科室挡雷。这位作为雷的病人，此刻却变成了砝码。就是这位病人吧？是的，患者42岁，男性，车祸，头颅 CT 阴性，颈椎和四肢不同程度骨折，腹腔内有出血。一期手术进行了3个小时，左手屈肌腱损伤，并进行了汤法缝合。这些背景因素与我无关，霍二炮专门请我过来，十有八九是来看他这位新的得力部下做的手部缝合呀。林然，你当时是怎么缝的？说说步骤吧。是，第一根套圈缝线，我选在了肌腱近断背外侧8毫米处，锁入第一个套圈结以后，将套针纵行穿越肌腱，在远断端背外侧6毫米处出针。哦，
以前看了些汤锦波汤法的现场操作，不管手术还是手功能评定，分数都能高10%到20%。但医生增加的负担可远不止1、2倍啊！但听他这么说下来，并没感觉到什么负担，反倒是显得更易懂了些。哎呀，老霍是喊我来找茬的，不是来听讲座的。这王海洋什么情况？王主任，是有什么问题吗？王主任，是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还问题？我能提什么问题？刚才都等于在听讲座了。老王，有啥说啥就行了。本就是抢救中进行的精细手术，现在找你手外大专家来会诊，不就是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吗？这样啊。能把命救活，我们都满足了，现在还关心起手部功能来了，真是好医生啊！那咱们做个手功能评定吧。病人醒了吗？现在能主动活动手部吗？刚清醒时，林医生就要求活动了，这是好还是不好？能动就是好。能动，5个手指都能动，但他现在还不能握拳，没关系吧？没关系，这个会慢慢恢复的。汤法缝合还是有些优势哈，病人这么快就能活动。这到底什么情况？手外来挑刺的主任一个劲儿的夸林然，这是走错了片场吗？小伙子呀，你缝的可真棒啊！谢谢。再活动活动每一根手指，给我看看呗。医生，怎么样？已经很厉害了，能动说明肌腱没事。接下来咱们再试下别的哈，做不了别强撑。手指虚握，做个指尖对捏，指腹对捏，侧捏。手部肌腱缝合的愈后最麻烦的是肌腱粘连和肌腱断裂。林然用汤法缝合的患者愈后显然十分良好啊。几个测试下来，主任的表情怎么还变了？难道是什么地方做砸了？咱们这个缝合现在结果究竟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希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最起码要能生活自理吧。没问题，达到你们这个要求啊，绰绰有余了。哎呦，太好了！不对，我跟着高兴个啥呀？这又不是我的手术。一个实习生竟然能把手术做成这样，说是让我来审查，实际是来做个认证吧？满满的套路啊！听说没？咱们云华有第2个人做了汤法缝合，手外的王主任正在做评测呢。走，赶紧瞧瞧去。我一个手外的，这次还真是白白让你霍尔炮占了个大便宜。霍主任啊，这是手功能的评测表，咱们一起来确认一下吧。天哪，这是刚做完手术的分数吗？通常来说，肌腱的愈合需要很长时间，基本得术后16周才能出院。其中仅术后第1阶段就要持续大约3到4周的时间。患者现在这个成绩，一般是得术后3周才能获得的呀。林医生啊，我印象里汤法缝合是要对肌腱做一些修补的吧？是的，对肌腱的切削反而可以刺激肌腱生长，增强它的恢复能力。听到了没？手外的王主任喊林然什么？梁医生。主任居然这么正式的称呼某某为某医生，何况这个人还只是个实习生。能实操汤法的实习生啊，别说咱们云华了，全国也找不到几个吧。获得成就赞许，奖励初级宝箱。之前获得衷心感谢成就的时候，不是说病人的感谢才是最大褒奖吗？连同行的赞许也算吗？是的。还能有2个最大？中文语境中允许。你说行就行吧，反正我也不亏。来看看这次的宝箱吧。又是精力药剂啊！目前总共获得过8瓶精力药剂，用掉1瓶，还剩7瓶。西头，现在谁是整个云华汤法缝合最强的人？是你。
麻烦不麻烦？和林医生一起，我才是那个要学习的才对，我会更加努力的。哦，对了，林医生，你后面具体需要哪些器械和人员安排，都可以先告诉我，我来负责写报告。我也没有太特别的要求。有需求一定要尽早提哦，现在不提，之后就更不好提了。还是等有病人出现的时候再具体安排吧。病人什么的，1天之内就会有了。真的要先安排病人吗？这么快？霍主任又找到合适的病人了？林医生还不知道吧？只去击剑受伤的人，咱们医院每隔几天就能收到一个。你如果急着要的话，打电话给急诊中心，马上就能送患者上来。要是请霍主任亲自通知底下的区县医院，运气好的话，当天就能收到1例呢。原来如此。对了，助手怎么办？谁来给我做助手呢？是霍主任。啊？你不会是在逗我玩吧？怎么会？林医生，你没有主刀的资格，所以手术记录上是霍主任主刀，你做助手。等到操作的时候再换你来主刀。霍主任到时候估计会和你谈的，你可别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哦。主任事务繁忙，我主刀的时候让主任负责当助手可不现实，还是需要再找一名二助啊。你不说我也会给你安排的。霍主任，二助的话就安排吕文斌给你吧，他刚刚规培结束，让他跟着你好好学学。主任，你真的要让我给实习生打下手啊？这么说吧，我是主刀，林然是1助，你是2助，现在你能接受了吗？等我捋一捋啊。林然，吕文斌就交给你了啊，我先去联系病源了。啊？霍主任，二助嘛，看起来傻傻的，不过也没关系，只需要在手术中拉下钩而已，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霍主任刚走，林然就出去了，还让我们这个点就到练功房来，真是搞不懂那家伙在想些什么。林医生，你在里面吗？我们过来了。怎么到处都是猪脚？搞什么？我买的，准备用猪后足驱肌腱做实验材料，咱们先配合一组试试。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进了屠宰场呢。我在拓指关节的位置把肌腱水平切断了，基本相当于掌指关节的2区屈肌腱损伤。我先缝一组给你看看。2区。看来带一名完全不懂汤法缝合的助手还是有些困难。看好了哈，肌腱横穿以后，就在对侧进针，刚好纵向穿回肌腱，近端打结。这就是汤法缝合吗？打完结之后要注意，第2个套圈在掌侧中央锁入第1个套圈的结，然后再纵穿肌腱。这手法，我的天！我算是明白主任为什么要让我给他做助手了，他有这资格。仔细看，远端又可以打结了，选在掌侧中央比较好。他可是真的在教我，如果掌握之后，急诊科又将会是怎样的光景？既然想抢手外科的生意，就不可能只靠林然一个。他打响了第1枪，主任肯定还会想办法继续补充新力量。现在，我就是离这机会最近的人。加油，吕文斌，你可以的！晚饭好解决啊，这儿到处都是猪蹄儿，干脆就让我来炖猪蹄儿给大家吃吧。煮的时候记得拆线哦。OK， 时间还很充裕，我们再来做几组吧。好的，你的操作我已经越来越看得懂了。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资料都看过了吧？有什么判断？典型的2区肌腱损伤，应该能有比较高的成功率。有信心是好事，但家属还在外面，在他们面前不要谈成功率。咱们私底下说说是没关系的。明白了。
一般而言，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大样本下的小概率。为了避免家属出现相关的高概率心理，医生在患者家属面前都会尽量不谈成功率。没想到在场几个人里，现在看上去最紧张的，竟然是向来霸气十足的霍主任。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林然，你开始负责主刀吧。好的。这个位置不足以暴露出断口，看来还得再切一个口子才行。这小子吸什么气？又不是第一次做，之前都很成功的，怎么这次还有点打怵了？只是弄个切口而已，怎么这么慢？这小伙子看上去远弱于外科医生的平均水平，霍主任究竟为什么让他来负责主刀呢 ？OK， 打开了。新手任务：为病人缝合屈肌腱，奖励切开，持公式专精，限时10天。切开的专精技能来得正好，那我更得做到滴水不漏才行。林然这是在做直观阅读吗？外科医生大都喜欢目视操作，看来林然也有了这个嗜好。糟了，开刀时的判断并不太准确，要做汤法缝合，还得要暴露多一点视野才行。我需要将切口再切大一点。切2次，林医生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吧？林然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刚才那不是在直观阅读、目视操作吗？这小子，这种刀还得开2次，有点丢人了。患者肌腱已经断裂了接近20个小时，肌腱挫伤损伤基本不可避免，这必然会降低成功率和优良率，所以只能开一个大口子。以大师级技能来判断，现在暴露的又有点多了，但是手术却会因此而降低难度，提高容错率。可以了，你把皮往两边扯住。好的。这样可以吗？缝合屈肌腱的难度在于要同时保证它的强度与弹性。强度是在保证肌腱不再断裂，而弹性则是保证它的基础功能。两者失去其中任何一者，都是手术的失败。但我已经完全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显微眼镜，持针前。还好林医生没有再切口，马上就会顺利起来了。这个感觉才是以往的林医生。大师级汤法缝合，开始。我的天，刚才那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样子，是林医生在活跃技术呢。原来现在这个样子，才是林医生真正的工作状态。操作比下午在练功房时还要厉害好几个档次。很好，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林然该有的水平。也得是这样，才值得我霍从军亲自从外面拉来病人嘛。慢着，莫非下午在练功房时，林医生是为了让我了解步骤，故意简化了操作，而现在才是货真价实的汤法缝合。一定要仔细看，记住这些细节。怎么了？和下午缝猪脚时应该没差太多吧？没有。那就好。手术完成。手术很成功，真是太好了。今天跟着林医生，真是受益匪浅。咱们接下来做什么？再做他个300粒汤法缝合，或者你还有什么绝招能传我？我吕文斌可不再是普通的贵别医了。现在嘛，你来教我写病历吧。你连病历都还不会写？你刚开始实习时没写过那玩意儿吗？没。那你都干了些啥？清创缝合、徒手止血，然后就是做汤法了。把外科医生该做的都做了吗？喂，不对，实习生该干的事儿你是一件都没干啊！那清创缝合后总写过简单的病历吧？写过几次。就几次？你案子不是挺多的吗？剩下的都是其他实习生帮忙写的。怎么实习生也有实习生打下手啊？喏，这里跟刚才差不多。林医生，前一位病人可以轻度握拳了。什么？还写什么病历啊？走，看病人去。快！
如何？水肿基本消退了，区曲受限小于5度，手的力量能达到原本的75%，恢复得很不错了。谢谢医生，能正常生活，我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成就，衷心感谢。奖励，初级宝箱。又有，系统你还挺大方的。哎，没事我就先走了哈。哈哈，好，搬走。哈哈哈哈哈。李然，你抓紧收拾一下，准备跟我去个饭局。哦，周院长也来，有些事情要聊，你跟着听听。好的。今天到场的可都是云一的大佬，再检查检查，一定要注意细节。哎呀，姐，瞧个你紧张的，又不是第一次见。面对这些大佬，第几次见也不能怠慢，一会儿给我陪好他们，听到了吗？好。哟，周院长、霍主任，你们来啦！好久不见啊，谢经理。等等，这帅哥竟把我费尽心思才找到的公司门面甩了几条街，这么好的医药代表苗子，一定要把他给拿下。这位小哥，有兴趣做医药代表吗？谢经理啊，怎么挖人都挖到我头上来了啊？不小心。你眼光还挺不错的。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医生，我们云华急诊科汤法项目的主刀。林医生，多多指教。你好。咱们别光站着了，快坐下聊吧。干杯！啊，对了，周院长，肌腱断裂必须要用的核磁共振吧？做汤法的病人那么多，每次都来往1级楼送，也怪不方便的。咱们是不是有必要自备一台核磁共振呀？姐，这么直接的吗？核磁共振仪就算是永磁的国产货，起步价也在300万往上了。进口的超导型的，中标价1000万或1500万都很正常。这种大家伙能卖掉1台，那绩效不得上天呐！你小子在那摸什么鱼？赶紧把氛围炒起来！姐这是要我配合？对，炒气氛，炒气氛。咱院要是为了汤法买一台核磁共振，小林可真就出名了。买也是买给我们急诊科嘛。啊，现在急诊楼里连个核磁共振都没法做，很耽误事儿的啊。哟，老霍，你今天这是摆了道鸿门宴啊？干脆我直接给你买台 PET 呗。院长，您要是真能给我买台 PET， 我就把这瓶剑南秋给喝光。总共1瓶酒，你喝光了，人家小林喝什么？我差不多了，主任多喝点吧，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值班。林医生技术又好，又有责任心。老霍，你可真是给咱院捡到宝了。哎呀，周院长说的太对了，我就……小林完成了咱们云一急诊科的首例汤法，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医院应该支持。但核磁共振的经费实在太高，买一台合适的显微镜还是可以的。姐，是周院长不理我。主要是咱们院手外科的潘副主任已经做过汤法了，不然还真可以给你们好好加强一下设备。小林和潘主任是各自独立开展的汤法技术，只看首例的话，对我们急诊科太不公平了。别的医院想像小林这样开展汤法，得花多少精力呀？对，我听别的教授说，技术扩散就和播种种树差不多，一粒种子放到一家医院得几年时间才能长成树，要想再有资格播种，还得再要个10年8年的。林医生这种情况多难得啊！按你这么说，林医生可算是移栽的了。小林可是咱们医院土生土长的医生啊，他的汤法属于家传绝学。哪有家传的汤法？每年过年砍12根手指动起来，以后每个月练1根吗？一个人哪有12根手指啊？砍你2根不就12根了？瞎接什么烂茬！请继续。咱们潘副主任3、4年前就经常邀请汤法的高手来医院开刀，他自己做医助跟着学。这回更离谱，又跑到日本进修。院长您自己算，和老潘比，
小玲省下的钱是不是早值一台核磁共振了啊？最起码一间手术室和复健室得有了吧？是啊是啊，现在请一次主刀，车接车送住宿先不说，各种讨论会也不少钱，做一次的成本少说也2、3万了吧？潘主任的情况不一样，他也不是只做烫发，复健室跟手术室我赞成，但医院不可能只为你们一个科装修吧？我可不是一直想添手术室吗？我找老李一起提。烫发缝合基建，别说全国了，全世界范围都是先进的。我们这边先做起来，明年这个时候，窦院长你再看我们急诊科的成绩。好，祝你们马到成功。谢谢。小玲啊，咱们再喝一杯，今天就到这儿吧。好的，院长。酒还有剩下呢，我给大家炫一个。又出洋相呀，姐，我喝完了。这小伙子倒是真可以去做个核磁共振。是，一定找时间去做。林医生还没回来？刚到，在休息室。林医生，你可算回来了。有个阴囊破裂的病人。快带我过去。病人怎么没什么反应啊？他呀，吓坏了。哦，是有点吓人。根据你的观察，能够得到什么信息？右侧阴囊撕裂，睾丸外露，阴囊表面还有软组织内能见到明显的灰尘和细的碎石，创面到了鞘膜，但鞘膜应当是完整的。你来检查一下，把判断一项项说明出来。好。没见到合并伤，非线性的创口并有一定的污染。受伤是在公路上吗？有点不像。我刚才问过了，是在公园里玩滑板时弄伤的。不是有那么一个动作，跳到铁扶手上滑下来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人上去，滑板没上去。bingo， 整个人骑到铁扶手上了，还是那种有些生锈破损的铁扶手。那得考虑破伤风的可能，需要破伤风抗毒素。好在出血情况并不严重，就是精索那里不太好确定。不正常的话，首先就得考虑精索扭转了。什么精索小燕子的？我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们还有空聊20多年前的电视剧啊？什么电视剧啊？你这家伙！郑医生，还需要什么药吗？算了，林然，你来给病人解释一下什么叫精索。精索是固定睾丸并输送营养的结构，包括动静脉、输精管、淋巴管、神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比如精索扭转之类的，就需要做手术来恢复。当然，也有可能要切除睾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缝合也就没必要了。他还好，只是有点睾丸下降，并没有扭转，肯定是不用切除的。精创缝合吧，精创的时候注意别分离过度了。好。大夫，我的未来就交给你了。没问题。精创完毕，准备缝合了。专精脊间段垂直入式缝合，开始。这手法。缝合完成。完成任务，治疗病人，获得奖励。切开，持弓式专精。总算把之前这个任务完成了。有了这个技能，做主刀时切开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个病人只在留观室躺了1天就出院了，恢复得很快，多亏你缝得好。过奖了。以前缝过？在自家诊所。下沟诊所是吧？久仰大名。不过你们那儿哪来那么多囊破的病人啊？不是非要囊破才能练习垂直入式，给老人缝肚子也是可以的。林医生，该去查房了。王家说5号床的病人水肿已经消了。那郑医生，我先查房去了，下次再聊。好嘞，下次再向梁医生请教。病人没什么问题吧？恢复得很好，只是瘢痕稍微有点多。哎呀，先不说这个了，这几天都没怎么跟林医生练习，手都快生了。今儿个有没有空一起练练手？没必要。明天还有一场手术，得养好精神。有这个时间养精神，不如多练几次切开。明天上手术的时候，至少不要再像上次那样难看了。难道林医生已经放弃了练切开？
他要是做不来，交给我也不错。到时候连林医生也要向我讨教切开的技巧。哈哈哈哈哈哈！患者李兴国，21岁，开放性伤口，食指和中指的屈肌腱断裂，其中中指的深浅屈肌腱全部断裂，病情比较复杂。了解。这个病人的难度可不比之前任何一例低呀。伤口又在无人区，这个范围内的肌腱分布过于密集，深浅肌腱都被束缚在狭小的腱鞘中，术后粘连严重，功能恢复不理想。深浅肌腱同时受伤，意味着它们各自的活性都增强了，粘连的概率也就更大。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大师级的汤法缝合中，同时处理深浅肌腱只是基本。那就开始吧。汤法缝合2区肌腱断裂，给我笔。话还没说完，笔就到我手上了，配合好默契。看来王家是练过术中配合的。开始划线了。哎呀，本来想说由我来开刀，但切开通常是上级医生给下级医生的奖励，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况且总不能每次都帮林然切开吧，到最后还不是得他自己练出来。哎呀，要不切开就让这个规培了2、3年的吕文斌来，自家放的羊也到了该挤奶剪毛的时候了。至少从上一次手术来看，这小子的表现很不错，对病人的愈后也十分用心。主任好像在示意我，莫不是他担心林医生的切开技术？林医生能主动把切开的工作让给我最好，或者主任帮着说句话，直接下令让我来。按理说我不该奢望抢林医生的活，但他之前切开时的问题那么大，昨天还不愿意练习，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他的切开技术上有缺陷，以至于自知不善而主动放弃了。拉紧。好，这么快就把线画好了，都不用仔细思考的吗？哎，林医生这次选择的位置很不错啊。刀，切开，持弓式专精，开始。这种程度的刀口，简直是高级医生的开刀水平啊！前几天还得切2遍的林医生，怎么转眼间就成开刀高手了？哦，凌然，你最近练习了切开？是的。嚯，我总觉得自己见识的够多了，没想到还是不够看啊！要在今天之前，谁告诉我某某某勤学苦练3天就能熟练地掌握切开技术，我非得喷他一脸不可。那之前那场手术，凌然的切开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发挥失常？但那种手忙脚乱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发挥失常啊！拉钩。林医生刚才这一手简直太秀了，而我之前竟然还在操心人家，想着要代替他做切开，真是惭愧啊！林医生，你这个进步速度，别人看了都会怀疑你是不是开了挂。别人怎么想有什么关系啊？医院需要的是什么？科室需要的是什么？科主任需要的是什么？不就是凌然这样的人才吗？对了，凌然，我听说你经常自己买猪蹄来练手。有买过。你现在还是实习生，1个月几百块的补助都不够买猪蹄的吧？练习的材料不应该让个人来承担。咱们急诊科暂时建不起练功房，但也应该酌情为医生们提供便利。大家说是不是？主任在 Q 我懂，是，主任说的是。报销猪蹄不好听，这样吧，你现在还没有执医证，你做主刀的手术，要么写我的名字，要么写吕文斌的名字。手术费先进我的卡上过一下，我再结算好转给你。你也不要推辞，劳务收入理所应当。是。啊，这就是会汤法缝合的林医生的待遇。汤法，我一定要尽快掌握。手术完成了。你相信系统的存在？我叫林然，是云华医学院的一名学生。突然有一天，身边出现了一个系统，在系统的新手大礼包中，我获得了普通人需要练习多年才能掌握的大师级对接缝合法。自此便开始了我的实习生涯。医院中来做手术的病人形形色色，我给社会人大哥缝过脑袋，给他手下的小弟们缝过纹身。
在自家诊所给不慎切断手的面馆老板接过断手，还挑战过连续给整整1车病人做了缝合。从系统学得的徒手止血，让我帮助一位腹部破裂的病人顺利挨过手术。自此名声大噪，但也遭到了外界不小的质疑。好在我身边有着靠谱的上司，还有亲密的战友，帮我共度难关。在习得汤法缝合后，我更是经历了好多场艰难的手术，自此正式成为我们急诊科的一名主刀。无论今后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在等着我，在医学的道路上，有系统的价值，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医。检查了一遍，医疗器械都没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宇文斌，记得关注病人的麻醉情况。这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还是林医生好啊，一定要努力向林医生靠拢。淋浴简单冲一下就好了嘛，等得我都困了。嗨，周医生，你都不用工作的吗？怎么会啊，只是找人代班了而已。我今天啊，可是来给你分钱的。手术费吗？说你木呢，我看你倒是挺精明的。嘿，给你的手术费本来是该给霍主任的，他让给你，你拿着就好，不用有什么压力。霍主任担心有误会，就专门找我来给你说明一下。嘿，咱们医院目前执行的是3级医院的收费标准，手术费是统一核定的，不能变更。1次分配由医院规定，2次分配由咱们科自己决定。比如你们今天做的手术编号是3315-21014，咱们3级医院收1344，另外每增加1指是加210块，所以今天的总额就是1554元。1次分配到你们急诊科是777元，2次分配到主刀，也就是你这里是518元，明白了吗？明白了。现在我做一台汤法大概有518元。不是具体多少钱的事，而是你现在拿的是高年资主治的钱了，这才是重点。一台手术分500，那如果一天做3台，1个月岂不是能有45000块？哎呀，神经病啊！一个月做20台手术就够多了，30台能累死个人。谁家医生能一个月做90台手术啊？任务：历练汤法。单月每完成10台汤法手术，视为1次任务完成，奖励初级宝箱。刚想着要怎么做手术呢，任务来的正是时候。林然，你选一下病例吧。这是把我们科要用汤法做屈肌腱断裂的风放出去后，各地医院加上医药代表以及我一些老同事、老部下、老战友的回馈，我都要了。尽快安排他们过来吧。你不用害怕后面没有病人，当天选当天要治疗的就好。我对汤法的了解虽然不多，但还是一期缝合的比较有利吧。我做过的几例汤法，病人刚过24小时就能被动运动，而且指标全达标，可以说我已经完全掌握大师级的汤法缝合了。我不准备积攒病人，我希望今天能够将这5个病人都安排给我。啊，林然，你别开这种玩笑啊！一天5个，一天1个就够你折腾的了。我可以连续进行手术。老周给他讲了手术费之后，变得这么执着于手术量了，孩子不会是谈恋爱缺钱了吧？你要是缺钱用的话，我可以帮你。我不缺钱，可你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磨练技术。不能因为赚手术费就……磨练技术不就是得靠手术量吗？唉，那就先挑2个，一个优先交给你来做，第2个如果你状态好，并且得到了充分休息，也交给你来做，否则我就直接转交给手外科。好的。霍主任，您来的正好。抱歉，刚开完会，耽搁了一会儿。手术进行的如何了？手术完成啊！您是来送第2个病人的吧？
送来了，不过上次好歹也用了2个半小时，这次只用2个小时就做完了。缝合可不能图快啊！快让我检查一下。但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好了。第2个病人就在隔壁手术室，休息一下我就带你们过去。好，主任，接下来交给我们2人就行了。啊。很好，这台比起上一台要更快，更好。剪刀。跟着李医生的时间也不短了，每次都还能学到新东西。第2台完成。这次连2个小时都不到，真是个怪物啊！李然，第3例病人应该很快就会送到了。我看你状态还不错，这里还想接着做吗？想，我想继续做。第4、3连台，跟着李医生果然还是能不断突破，挑战自我。3台手术，将近7个小时水米未进，甚至连个厕所都没上过。为什么林医生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累啊？王佳，帮吕文斌擦下汗。好。连续3台是不是有点扛不住了？怎么会呢？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没问题。第3台总算结束了。王佳，你是不是也快顶不住了？你在说什么呢？我可是能够紧跟林医生步伐的。什么？你晚上还想做？你这个手术瘾怎么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大？今天你就是想做也没有病人了，等明天再说吧。那明天我要做5台。5台？明天要跟林医生一起做5台的话，我得提前准备点东西了。那个，林医生，霍主任，我这里有些水果，你们不介意的话，就当做餐后点心吧。我也带了点家乡特产。 2条咸鱼，这要怎么吃？红烧就可以了，炖花生也很好吃，还可以用茄子炖，用豆腐炖，用毛豆炖，五花肉炖出来的更好吃。你来找我不光是为了送吃的吧？可以的话，我想给您做助手，参加汤法的手术。您前几天做的汤法缝合，我都看了录像，我也可以做好助手的。而且汤法的时间那么长，我看吕元斌一个人都快累死了。说什么呢？我一点都不累，马爱莲，等我快累死的时候再换你上吧。还不赶紧把这咸鱼……慢着，翠林老大的遗嘱，起码的自信我还是要有的。话说太狠了，就好像我在嫉妒马艳玲似的，那就不好看了。咸鱼，这咸鱼拿去炖猪蹄儿一定很好吃。咸鱼炖猪蹄儿，猪蹄儿又鲜又嫩，还有嚼劲儿。嘿嘿嘿嘿。都别争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你们可是有这5台手术要做的。哎呀，好香啊！哎，文斌，你这早饭带的啥呀？怎么这么香啊？哼，太香了！我从昨天开始就没吃过饭了。巧了，我也是。猪蹄儿都是李医生你买的，赶紧来一个。早饭就吃得这么补，今天可是要做5台汤法呢。哎呀，这也太好吃了吧！都是你自己卤的吗？对，我用了上次的老汤。上次我把肉捞干净后，又用纱网细细的过滤，剩下的汤就放进冰箱里了。昨天我拿出来接着炖猪蹄儿，又鲜又入味。下次用这汤煮鸡什么的也行，还可以炖排骨、炖蘑菇。下次炖点蘑菇吧啊！我年纪大了要防三高。弄素菜健康点，我现在就给你转账，不能次次都让凌然出钱啊！也给我炖只鸡，肘子，我要肘子，再卤点鸡爪、鸡翅之类的，还有鸡胗子，能买到吗？提醒我了，鸭翅，给我来点鸭翅。哎，什么？都记下来了吗？别给弄混了啊！别愣着呀，建个群，材料吕文斌你自己买，买好了拍照发图。谁点的就谁付钱，那就叫鲁医生群吧，方便又好记。好，我都记下了。周医生的蘑菇，黄医生的鸡，刘医生的肘子，
胡医生的鸡爪、鸡翅、鸡胗子，还有钱医生的鸭翅。刚完成规培，回到本科室里，以这种鲁医生的人设开局，虽然不是很完美，但也还可以接受。差不多了吧？该准备上手术了。麻醉完成，状态稳定。附近也已准备就绪。患者3根手指割伤，这可比单指的难度大多了。林医生马上就要进入可怕的状态了。不过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穿上了纸尿裤，连上厕所的时间我都能省下来。这5台手术，我们一定要打起精神。一切准备就绪，我要开始缝合了。好。辛苦了，大家休息一下，准备进行下一台吧。林医生，什么事儿？我连跟了好几天手术，昨天一口气做了3台，今天到现在又是3台，实在有点跟不动了。下一台转给别人跟可以吗？虽然护士的工作压力没有主刀医生大，但工作量还是不小的。王家还是器械护士，全神贯注起来，对体力和精力都是极大的挑战。当然可以。还有，又怎么了？接班的护士对汤法没有那么熟悉，你要做得慢一些，不能像是跟我一组的时候做得那么快了。我知道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做慢一点的。累出黑眼圈，丑丑的样子被林医生看多了就完了。等回去先把黑眼圈睡下去，敷好面膜，化好妆，再来轮班吧。那我先走了。话说林医生，你都不累的吗？我还好，稍微歇一下就行。后面还有2台，尽量多积攒点体力吧。话说，怎么半天没听到吕文斌的声音了？啊？太累了就去休息。我不累，今天我肯定跟你一起干完5台。你这个状态做不了下台手术的。趁着病人还没送到，你先去稍微睡一会儿，调好闹钟，估好时间回来就行。的确如此。读书的时候，只要深度睡眠个10分钟，整个下午都是精神的。好的，林医生，你一定要等我。到时间了，继续手术。林医生，我来。你怎么睡了这么久？第5台都快要收尾了。李文斌，你真够意思，昨天才说完，今天就换我上了。老马，你怎么偷我的家呀？林医生还在做手术呀，得赶紧回去帮忙了。刚休息完就迫不及待地回去找他。因为我跟林医生约好了。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了。那你倒是跟我们说说，究竟是哪样嘛？最后1台手术也顺利完成了。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啊，辛苦林医生了。任务完成，奖励初级宝箱。打开宝箱，获得技能书，诊断学技能，体格检查专精。不是精力药剂，而是诊断学的专精技能。所谓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在体检时候做的操作，是用视、触、叩、听、嗅等方式判断受检者的身体状态，可以获得极多的信息，是诊断学的4大基础之一。将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能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规律，对制定预防措施有很好的帮助，是一项重要的医学科研方法。哪怕就是天天待在手术室里的医生，也是需要一些诊断技巧的。师傅，去下钩。好。系统，我目前的体格检查技能排名如何？你所掌握的体格检查技能水平，云华市排名第1128名。进行20到30次正确的查体，则能向上晋升1位。无鼻炎、鼻息肉、鼻中隔偏曲、良恶性肿瘤及各副鼻窦的炎症。无毛囊炎、湿疹、皮炎、银屑病。无脊柱畸形、软组织慢性损伤、关节功能障碍。无肺炎、胸膜炎、支气管炎、心肌炎、心包炎、风心病、
心脏瓣膜病变，无心律失常。这位客人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到了，师傅，还要再往里面开一点。还要往里看？巷子里黑灯瞎火的，你这家伙看起来又有点特殊癖好的样子。不好意思啊，车子快没油，你下车自己走几步行吗？哦。对了，师傅，我还没给你钱呢。哦。零钱。妈呀！你的手在那掏什么东西啊？死变态！什么跟什么嘛，真是个奇怪的司机。喂，林医生，今天的病床满员了，手术全部顺延到明天，你趁机好好休息一天吧。好的，不上班就帮诊所的病人做些检查吧，提升下技能等级。爸，今天我不上班，可以帮家里做些检查。什么？你咋不早说啊？早知道今天就不请苗医生过来了，一天可要500块呢。又说我什么坏话呢？小卢介绍的病人我都带来了，开始检查吧。苗医生，刚才林然说他也要帮着做检查。那小林，你就先负责那边排好队的病人吧。好，有这么多病人可以体检，真是太棒了。在小林医生那儿检查完了的，来我这边哈。系统，现在我的体格检查技能排名上升了没？刚才完成了18例体格检查，目前在云华市的排名为第1127名，较上次排名上升了1位。这么快就上升了？好，那个，我们也想做个体检。我这儿子是越来越成气候喽，得想办法宣传宣传，以后让上下沟的街坊邻居们都来家里做体检。小林医生，忙了半天，你都累了吧？接下来的病人都交给我就行了。哦。我突然想起，刚才出门太急，厨房的火忘了关，我先回趟家哈。我家的也是。等等，果然今天就不该请你来。你长期伏案工作，有慢性胃炎，头颈没有问题，胸腹部的话，我们林医生真是太努力了，昨天也就休息了1天，今天又提前了几个小时过来。之前没条件做体格检查，现在有条件了就该补上。那你到了下班时间还有精力陪女朋友吗？我没女朋友，我的精力只会用来做手术。林医生还没有女朋友？今天有几名可选的病人？到目前为止有3个。哦，3个我都要了，能不能再多联系几个？林医生，我来负责联系其他医院吧。您的汤法效果那么好，各大医院现在都很放心，把病人转诊到咱们这儿来。麻烦了，能联系几个算几个，越多越好。适量啊，林老大。对了，林医生，我刚看到新一期的危重病急救医学上有你的论文，内容实在太给力了。完成任务，完成1篇论文，奖励终极宝箱。终极宝箱，打开看看。获得经验书，3000次上肢解剖。3000次上肢解剖的经验，这就是上肢解剖的过程吗？那些单调、重复、了无生趣的解剖，带来的信息却如此充裕。3000次上肢解剖的经验，获得的难度应当与完美级的徒手止血相当，是一名医生穷极一生、全身心投入一辈子才能获得的知识。目前的技能有现在看着自己的手，脑中跳出的信息可以随之变成人体的掌骨、指骨、鱼际肌群、丘状肌、弯掌侧横纹、掌远纹。林医生，你在给自己看手相吗？我在想手部解剖图。虽然是男神，但是这种话真的好变态啊！让人家怎么和你聊天嘛？你看什么都好，帮我也看看呗。好，正好和别人的手比较一下。
腕背侧横纹不太明显，掌骨比正常人略小。我这是不是跟林医生牵手了？王家的手未发现特殊情况，没什么值得研究的。你为什么叹气啊？之前发现你的小拇指比较短，怀疑有中节短小。刚才一摸，果然还达不到标准。啊！林医生，你这样说我真的好吗？信不信把你也咬成中节短小？林医生，手术安排好了。对，第一台，单指撕裂伤。好了，准备进行伸指功能重建术。收到。人手掌一侧的皮肤更坚韧，在鱼际处会变薄，掌心和小鱼际处又会变厚。落刀要想只割破皮肤，要根据下刀的位置灵活调整。那3000例的经验，在手术中竟有这种效果。今天的林医生下刀特别顺啊。确实。怎么感觉林医生自己也很意外的样子？我带了妇幼保健院的白主任来考察，你们做你们的，不要分心啊。这位主刀就是你天天挂在嘴边的小林吧？嗯。哼，我倒要看看你霍总军吹的牛究竟有几斤几两。好好看看吧，这就是我们云医急诊科的汤法缝合了，绝对是目前针对无人区的最佳缝合方法。吕文斌，剪线吧，手术完成了。OK。哦，这就做完了？怎么白主任刚过来就做完了？下一场手术是什么时候？安排在哪儿？啊，病人已经到了，正在做术前准备，在2号手术室里。林医生，下一台你是现在做，还是歇一会儿再做？2号手术室的病人是个单指撕裂伤吧，现在就可以做，不过估计也就3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了。可以提前把第3台也给安排好。哦，真牛！30分钟就能完成无人区的单指撕裂伤缝合。霍主任，您可是准备了场大戏呀！当然了，作为我们的外援，您几位肯定是要多看几场精彩的，彻底了解一下我们急诊科的实力，后面才好办事嘛。喂，看到了没？那家伙的手速！啊，第一场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30分钟完成单指撕裂手术，本来还以为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这家伙是真有动静。普通筋腱吻合术与汤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缝合的强度不同。普通肌腱吻合术中，以开塞勒法为例，是一根线穿入一端的肌腱，同时再穿入另一端的肌腱，相互拉紧，从而将肌腱连到一起。汤法则是3股线，而且为了不过度损伤肌腱，3股线的牵拉还有讲究，所以汤法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是开塞勒法的3倍。强度也是3倍以上。如果不是在无人区，30分钟确实能做完单指撕裂的缝合。熟练的医生也许还绰绰有余，但在无人区做汤法，能在1个小时内完成都算快的了。考虑术中意外的可能，预估1个半到2小时都属正常。剪刀，检查一下，然后就数纱布吧。好的。什么？又做完了？这还不到半个小时呢！老霍，这林医生还有这患者，不会是你请来的特型演员在演戏吧？什么演戏？要是演戏的话，我把手术台上的东西全给吃了。林然，你确定做完了？是的，预计30分钟，实际用时21分钟。老霍，第3场准备好了吗？怎么了？1次快不代表次次快，对吧？万一这次只是巧合呢？我觉得还需要再看看。林然，你还能继续做吧？可以，下一场的缝合就交给吕文斌来吧。好的，没问题。走，去3号手术室。天哪，这普通的医生拿一根肌腱出来，为了得到服从性更好的肌腱，都会做足准备，有的甚至会做20-30分钟的准备。为什么这林然连想都不想，直接就戳？真的不对，林
竟然是在拿到那根肌腱的同时，就将肌腱摆好了位置，并使之调整到最佳状态。这家伙也太可怕了吧！这是先天手术圣体吗？白主任，你发现没有？手术到现在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但用时却只有10几分钟而已。才17分钟！我勒个豆啊！老霍，明天的会让这个让这位林医生也来参加吧。他还有点不够资格吧？不够资格？他这技术早就绰绰有余了，好吗？参会的年轻女医生那么多，林然又是个帅哥，这么优秀的小伙子，你不能整天把他关在手术室里吧？手术完成了。既然老白你也这么说的话，那明天咱们就带他上个新舞台吧。咦，这次的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怎么还请了个明星过来？您好，海报上的都是从事急诊医学的医生，您说的是这位吧？这位医生姓林，来自于云华医院的急诊科。哦，这么年轻，应该是云医急诊科的新人吧？是的，但这位医生早已晋升为主刀，目前为止都已经完成了几10例的汤法了。而且啊，听说他还是云华急诊科霍从军霍主任的徒弟呢。姐，你看我刚发给你的照片，咱大侄女不是要求高吗？你问她这样的行不行？这小伙子可是个明星医生，要是行的话，就快来温德姆酒店。快啊，晚了就没了。今年昌西省提出急诊中心的试点，各家医院都想抢个头羹汤。急诊中心作为更专业、更庞大的急诊机构，建成后编制不会少，经费更不会少。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公司的重大机会，所以今年的论坛必须好好操办。喂，姐，现在多少人了？得有160人了。副主任以上的医生有多少？30个左右，主治来了80个。这点人数只能算勉强及格，还需要再努力拉点人才行啊。谢经理，宣传册不够用了。宣传册不够就去仓库拿啊，让酒店的人帮你们。给那么多钱，不是让他们站着一动不动的。不是，那个就连仓库里的宣传册也全发光了，因为一下子来了好多位女医生，都在拿着宣传册看云华的那位新人林医生呢。什么？仓库里的宣传册都有300多本啊，全发完了。这林医生一个人，比我们整个公司的组织宣传部还顶用啊。省肿瘤医院的8姐。喂，姐。小谢啊，我刚听说你们今年在温德姆酒店搞了个咱医疗界的相亲会。你们这个主意好啊，比什么相亲角有意思多了。现在的年轻人参加相亲都不自在，不如像这样借着开会的东风。不说了啊，小谢，我马上带我闺女过来。这到底唱的是哪出？林医生，霍主任要下午才能过来，他是演讲嘉宾，事情比较多，您可以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好的。你看里面那个男生，哇，像明星。请问是林医生吗？我是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毛焕秋，之前看过你徒手止血的视频，想问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技术？知道你是今天相亲会的抢手货，阿姨我可是做足了功课才来的。我是在家里诊所学的。哦，你家里是开诊所的，现在生意怎么样？还好。是你父亲开的诊所？是。那他也是医生？不是。你家里几口人啊？有没有兄弟姐妹？怎么还查起我户口来了？小一，快过来。林医生，你年龄和我女儿差不多，能不能分享一些工作经验啊？我家小一啊，今年刚从昌西大学毕业，还傻乎乎的，也不知道是该参加工作还是继续考研。你们都是年轻人，一起聊聊哈。可恶啊，被抢先了。先下手为强，懂吗？再说了，我可是儿童医院的高管，老公又是上市公司的总裁，女儿貌美如花，名校毕业，像林医生这种好女婿，当然是花落我家了。有了乘龙快婿，人生也就圆满了。接下来，小两口最好能生一对龙凤胎，乖一点，好看一点。哥哥嘛，
以后从政从商，做金融都好，就别做医生了。妹妹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时候啊，再找个医生女婿也不错。完美，简直太完美了！林医生，你也来参加论坛了？哪里来的不懂事的女人？没看我家小姨正和林医生聊着吗？这么不要脸，当面勾引我家女婿。好久不见呀！好久不见。这位姑娘，你哪个医院的？我是金鹿健康服务有限公司的卢金玲。老太太，你也和林然认识？老太太，想不到这届论坛的门槛会这么低，连救护车公司也能来参加了。这小老太太是要发飙？在我家的水产店里帮忙时，我 PK 过最多的就是那些中年妇女，还有小老太太了。更何况今天我手里还有张王炸牌。这可是云华急诊国际医学论坛，是昌西省的知名学术论坛。你一救护车公司，干嘛来应凑热闹？我知道这个是学术论坛，也清楚我们公司是做医疗设施的。但是嘛，但是什么？但是我们公司可是这届论坛的赞助商哦。什么？赞助商？在林然面前，我可不能输。再拿点吃的去吧。昨天做完手术到现在，中间就吃了顿早餐，是真有点饿了。林医生喜欢甜食啊？只是有点饿了。那您吃点这个猪肉脯吧，这个更垫肚子一点。林医生，你今天会演讲吗？我听说您最近做了许多例手指无人区的缝合呢。我今天不演讲，我只是跟着主任来参加论坛的。这样啊，林医生是云医急诊科的吧？霍主任我见过几次，是不是特别严肃的一个人？他很严谨。下身是白尔半裙，上身是骨给 T 恤，一身战袍是吧？林医生说话也很严谨呢，我回去跟我们主任说说，这次投票一定要支持你们云医。多谢。我们12院这次有3个委员的名额呢，林医生。厉害厉害。啊，这亮出了贝壳利的项链，这是在对我宣战。妹妹，凡事都要讲究个先来后到哦。呵呵，又不是谁先来谁就是姐姐。爱情这种事可不分先后的。小姨，我们走。哎，对了，林然哪去了？刚才不还在这儿吗？先吃我的，先吃我的！真是的，稍不留神就招蜂引蝶了，真是一刻也大意不得。你怎么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这说话的口气像是跟林医生特别熟。林医生，尝尝这个吧。是我赢了，林然头上排行榜我才是第一。切，有什么好得意的？对林然的称呼不也是林医生吗？又不是阿然宝子亲爱的，看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嘛。既然如此，我们也要继续进攻了。林医生，来一块鳗鱼寿司吧。这个提拉米苏也很好吃的。这么不讲武德，那我也不能示弱了。林然，来牛柳酸瓜卷。林医生，吃哈密瓜。鱼子酱，3文鱼串。我吃不下了。不行，吃。老霍，你这次专门找了个小鲜肉来拉票是吧？这可是不正当竞争啊！桥本教授钻研手部无人区的治疗多年，平时工作特别忙，手术安排很多。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动他来我院的，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能多多交流，互相促进。欢迎欢迎！我听说贵院急诊科有一名年轻的医生，最近完成了数10例烫发缝合，能让我见识一下吗？这是要在花儿炮头上动土啊！桥本先生想看急诊科的手术的话，我可以代为安排。橋本先生は救急科の手術を見ていなら。不，我想先看看做过手术的患者，手术的结果更能说明手术的过程。
急诊科与我们手外科互不相通，我们没办法去急诊科查房。不用去查房，我们可以请几个病人过来，在手外给他们做检查。老潘，你可不要搞事啊！哼，我出国的这段时间，霍从军没少出风头嘛。要搞事也是他急诊科先搞的，他们要搞，那我潘华也不是吃素的。虽然不知道你们在争执些什么，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之前的做法是在败坏无人区基建缝合的名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在我们那里，进行一次首部无人区的基建缝合，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才能决定，而你们竟然贸然进行了数10例，我很不看好。你们这里这样很不健康，完全是错误的发展方式，应该采取少而精的策略，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赵本先生，我们两边的情况不同，我们有着大量的病人需要手术，并不是我们想不做就能不做的。如果排队手术的人太多，就应该优化掉一些类似肾肌腱缝合或是有眼瘾的患者，将他们进行截肢，只给高成功率的患者安排缝合手术。可是治病救人就是要给人机会，如果患者能保证禁烟，并且还有缝合的要求，我们就应该给他们起码的机会。戒烟很难，让患者服从更难。在我们讨论医者仁心这个伟大的课题前，还是让我先看看你们院做好的无人区烫发手术吧。病人都叫过来了？都在这里了。そうか。在我看来，这些患者至少有一半都无法恢复完整的手部功能。什么？不会吧？之前林医生可是说……所以说你们院还是得符合世界趋势，提高截肢率，才更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荒谬！肢体完整对于患者来说，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功能性。我们截肢率低，又不代表我们成功率低。你连测试都还没做，就这么粗暴的下结论？潘局，这些都是那位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做过的手术病人吗？这里只有2位急诊科的病人，其他的都是我们手外的。让我猜猜，哪位会是急诊科的病人呢？首先排除这2人。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有位和潘军技术相当的高手为他俩做的手术，是金希主任吧？那你その顔はまさか私が間違えたのか？怎么，不是金希主任做的手术吗？那2个人都是那位急诊科的年轻主刀医生林然进行的手术。我想他要是听到您的评价，应该会很高兴。さあ、我々なんて早くタイムを取り戻さなきゃ。潘军，现在可以为他们做一次测试吗？您是说精子翼法？所谓精子翼法，是指日本人金子翼所发明的手及上肢动作的检查法。能控制越小的东西，说明恢复的越好。1. 将大球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2. 将中球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3. 将大木方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4. 将中木方依次挨个从一边换到另一边。5. 将……是这样吗？连最小的棍子都能控制自如，这评分起码是优良以上啊！让我们为了昌西的急诊事业共同干一杯。今年咱们主任的演讲，拉人头是最轻松的一次了。为什么？你的那些小迷妹嘛，帮了我们大忙喽。一会儿等主任下台后，咱们赶紧回趟医院。手外的潘主任回来了，还带了一个日本教授，准是要找咱们的麻烦。
霍主任，林医生，你们回来了。他就是林医生，急诊科那个年轻的主刀，就是这小鬼，有着比潘军和金希主任还要强的技术。面白い。私がちゃんと教えてやろう。桥本先生，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林然，林医生。有的医院每年都会营销出来几个帅气的明星医生，大部分都是假的，只是为了明星效应所带来的利益。打造明星医生，使之成为业界名人，在病人生病时，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凭云华的医疗水平，也就只能像这样推个偶像外形的家伙炒炒技术话题，让医院的名声涨起来，从而成为地区强院。好你个潘军，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对吧？过去几个月里提起云华就生气，只是在我面前装装样子罢了，为的是以此来勾引我出面，帮他争取利益，再用云华的这位年轻明星医生来把我给征服，将这件事拿出去大书特书一番，云华医院要的宣传效果就达到了。俺はそんなに一番安い人か。哈哈哈哈哈！有机会的话，真想亲眼看看林医生做的汤法缝合呢。被我一击就击中命门了吧？你之前的手术应该是别人代做的，所以一听到现场做，马上就慌了。不敢。桥本这是什么眼神？难道是在怀疑我？我怎么可能跟急诊科的那群家伙一伙？霍主任，那就安排林医生做一场近期的手术，可以吧？嗨，桥本先生想要看手术，有的是机会。等老霍安排出了具体的时间，再行通知您吧。但桥本先生的时间很紧张，得尽快确定下来才行。毕竟接下来的行程里还有去省立以及278医院。我之前听说林医生每天都要做好几场手术，随便哪场都可以，怎么还要另行安排呢？没错，就是这样。如果能尽快安排，就万分感谢了。老霍，你看现在要怎么打发他？桥本教授怎么说也是业界名人，他都这样了，还拒绝他，就太不给面子了。答应的话，就怕林然临场出现失误，毕竟他还是太年轻了，在遇到巨大压力的时候，未必能像资深主刀一样处理自如。我理解桥本先生想看林然手术的心情，只是现在并没有合适的病人。主任是怕林然现场出意外，没有病人也没关系啊。我们有林医生以前做手术的录像，看录像可以吗？对，我们有录像。还是老周这老小子脑子活泛。吕文斌，你来简单做下介绍吧。好，现在看到的这位患者是单指撕裂伤。哦，这个患者就是你们刚才做测试的那位啊。是他本人，操作并没有问题，甚至还格外标准。从数据上看，手术可是完全在主刀的掌控之中。这小子是真有点东西。这个器械护士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嘛，这颜值都能当爱豆了。我们院的护士怎么就全是大妈呢？那护士说了些什么？你们当时是在干嘛？这可是在手术中啊！你们……哦，他说他要蹭一下汗。你蹭汗？可以这样蹭汗的吗？操！不能亚马逊！不可能！不可能！啊，马吉斯卡莱塔，我说潘娟，你已经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个小时了，到底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可能啊！你不觉得林然的手法完美到有些假吗？
可恶！我一定要找到这家伙的破绽。身为钻研过汤法的专家，凌然每次的决策我也都能猜出个7、8成。拉近打劫是为了预防术后错位。这里缝合的悬点特地偏移了些，是上策，有很多都是没有丰富经验的医生根本不可能发现的小细节。这家伙偶尔也会遇到新问题，不得不采取新措施来解决或规避。可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后，他的水平又会立马提高。如果不是看了这么多遍录像，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天才。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我潘华在汤法上可能真的没有他厉害。If it looks like a duck, swims like a duck, and quacks like a duck, it's a duck。西方经典的鸭子测试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归纳与总结。那如果一名医生的手术操作比你娴熟，术中判断比你准确，他的病人愈后比你良好，他就是名比你更好的医生。原本云华汤法的专家只有我一人，现在多了个凌然，就必然会抢病源。元修中途回国，就是怕他汤法做太多，会将我彻底挤走。现在看来还是回来的晚了。我想在国内逗留一段时间，延迟进修，可以吗？我理解你的想法，我遇到相同的情况也会慌张，但慌张便会使人犯错。犯错？你是想留在云华医院和他竞争，对吧？我终究还是要回来的，得为以后做些准备。所以说你错了，想必你也看出来了，现在的你在屈肌腱缝合上与凌然有不小的差距。那你留下的意义在哪里呢？不仅竞争不过，还可能被凌然给越甩越远。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这3天的行程结束后，赶紧跟我回日本继续进修，学习新的技术，提高现有水平，再回到云华，以绝对的实力来则不计跨死。凌然。在这3天里，我跟着桥本在昌西骨科医院中做了台高难度的髋关节置换术，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赞誉。以庆应艺术大学医院桥本副教授的医助身份参与这台手术，虽然不那么光彩，但至少和昌西省危机的人混了个脸熟。真是充实的3天啊，真让人心情愉快。做医生建立人脉也很重要，只会个汤法，充其量就算个厉害的专门医生罢了。凌然，权且再让你威风几天，明天我就继续回日本进修了。你们给我把数算好，看看我不在的时候，急诊那边又抢了多少病人。主任放心，等您进修完回来，看他们还拿什么抢。对了，凌然这3天又做了多少例屈肌腱缝合？那个大概有24例吧。哦，正常主刀1天4例都很勉强，爆肝一下也就5、6例，平均1天8例，这还是人吗？之前他也是1天4、5例，可这短短3天他就又进了一大步，这成长速度简直恐怖如斯啊！他现在在做手术吗？潘主任，剪刀、血管钳，还有纱布。果然，手法比起录像里又精进了一些，甚至连组员之间的配合也变得更加默契了。急诊有这种团队在，哪怕只是松一口气，我们手外科都会输得一败涂地。看来不只是我，整个手外的人都得拼命向前了。然在以每天缝合10到15根手指的速度，不断刷新着他的手术量。汤法历练任务怎么开出来的全是精力药剂？这宝箱品质有所下滑啊！连着开了10次，差不多算个10连抽了。
竟然一件稀有物品都没有，系统，你这有点不地道啊！唉，手术有点做累了，休息一阵，等会儿再做下一场吧。林医生，你还好吧？都已经累得直接往地上坐了吗？我没事。你们最近做手术都是连轴转的，林医生中途休息过没？怎么可能有休息啊？我和马艳玲患者当助手都忙不过来，卤好的猪蹄子都没空吃呢。林医生这样应该不会生病吧？可他病了的话，小姨教的煲汤技巧就有用武之地了。新任务：治疗病人。完成2次徒手止血，降低出血量1500cc，奖励初级宝箱。哦，是徒手止血相关的任务。既然来了新任务，那么就让我来想办法完成一下吧。我这里先暂停下后续的转诊。好的。降低出血量1500cc，也就是1.5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用可乐瓶子装的话，就连1.25升的中瓶都装不下。流这么多血的病人来医院后，第一时间肯定会送到抢救室。都过了2个小时了，受外伤的患者并不多，出血量很低，要用上徒手止血的更是一个都没有。哟，林然，你杵在这里干嘛？在等个手术。别等了，我这边有几个棘手的病人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赶紧来帮忙。一场手术是从肛门里取出一根骨头啊，另一场手术是从前列腺里取出一枚钉子啊。哎，这些等你上班久一点后就见怪不怪了。情况最紧急的那名患者马上就要到了，不过这是给一例所有药品都无效后的重手患者进行的安慰性心腹复苏。人送过来时，心跳已经停止6分钟了，30分钟了，停吧。我还可以的。就说停。凌然，凌然。相比其他科室，急诊科更容易遇上患者死亡。我早就知道的，我早就知道的。但第一次，别想太多，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医生只是个把门的，踹回去一个都算运气好了，不可能直接把门给堵上。刚才要是你代替我做心肺复苏的话，不会有任何区别。心跳停止已经6分钟了，哪怕1/1000的几率救活，也会是植物人。刚才你做的心肺复苏没有任何问题，换我来也是同样的结果。凌然，你知道为什么霍主任经常说先救命再治病？为什么？因为很多命啊是救不回来的。哎呀，行了，下班跟我去邵家馆子喝一杯，再回去睡觉。可是医院规定外科医生不适合。就今天一天，让所有规矩都见鬼去吧！啊！反正老子今天就要死了，死之前得拉起来垫被子才不亏啊！邵老板，接客喽！哎呀，老周来了，你这个调调可太有辨识度喽。不过你可是有阵子没来了呀。嗨，还不是因为最近太忙了。这是我的同事凌然，凌医生。你好。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袁少剑，既然你是老周的朋友，这卡给你，以后来咱们邵家馆子都打7折。谢谢。那你们还是坐那儿吧，老周的老地方，敞亮。要不怎么说你懂我呢？哎呀，那还是老样子，大份的，再来上一瓶剑南秋。哎，得嘞，两位稍等片刻哈。这位邵老板看上去似乎身体不大好。嚯，真不愧是你小子啊，这就看出来了啊。没错，他也是咱们医院的病人。这老小子出生就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在咱们院治的。小学时因为跳高摔断了脚踝，在咱院做了钢板内固定。青年时跟人酒后斗殴，在咱院摘了颗肾，还是咱院肾脏科第1例摘除手术呢。到了中年啊，因为他那风湿性关节炎，在风湿疼痛科那儿
更是常客。咱院核磁共振设备调好的第1周，就给他发现了1颗瘤，还好是良性啊。不止如此，他还得过阑尾炎，因为动脉硬化搭过支架，还有肝囊肿、胆结石。这是什么先天得病圣体吗？你还真别说，虽然老少他得的病多，但人家心态是真的牛，生病了就住院看病，出院后再继续开店赚钱。牛肚来喽！老周，你又跟人家说我坏话呢啊？夸你呢好不好？真的是，快吃快吃！哎，救命啊！快跑，有个分子！老子活不了，你们也别想活！站住，把刀放下！不好！你这是犯法，都是你自找的！别跑！周医生，我们快去帮忙！我也去。我们是云华医院的医生，那边还有一个受伤的青年。哎，好，我去那边。邵老板，麻烦去帮我拿瓶高度白酒来。用消毒，用碘伏吧，那个效果更好。我去拿医药箱，马上回来。来了来了，林医生，您看，邵老板奇怪的体质和经历在这里帮了大忙呢。伤口在腹腔之内，无法看清，只能先保守处理了。急诊科医生在不清楚创伤的具体情况前，一般会先大量的使用耗材，以求减小病人的感染几率。这也是最适合未经训练的普通人的紧急处置方案。正常来讲，内出血很难控制，又很危险，按压本身也有可能造成2次损伤。医生只能祈祷自己的运气够好，避开了重要部位。但对于我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专精级体格检查，启动。那个，要不林医生是周医生的同事，周医生是急诊科的，林医生也是急诊科的吧？既然是云医急诊科的医生，那就肯定没问题了。对，云医，送我去云医吧。还去云医干嘛？就算去云医，也还是林医生跟周医生来处理。现在你连救护车运送的时间都省下了，岂不是更安全？可是这位林医生，他就只是在看啊，除了看，其他啥都不干。我真得去云医，得找其他能处理伤口的医生才行。伤情鉴定结果为脾脏针性破裂。糟了，不能再继续耽搁了。天哪，他在干什么？林医生，快松手啊，会捏坏的。捏住脾地，这样脾脏的大出血就会停了。不对，你们看，伤口的血止住了。真的耶！我的天，这个林医生好厉害呀！邵老板，林医生，咋了？我们这边正忙着呢。那边的周医生说他的伤者血止不住，得开肚子，让李医生赶紧过去帮忙。好，我这就过去。邵老板，麻烦你找一辆能装人的车，把我和这位患者一起送过去。都要开肚子了，还不叫救护车吗？也太不科学了。你懂啥？这医生简直神了，还要啥救护车呀？林医生，现在能找到的就只有这种车了。足够了，快把患者搬上去，时间紧迫，没空挑3拣4的。我也来帮忙。慢点，慢点。周医生就在那边，怎么快？大家稳一点，尽量避免2次伤害。手要随着平板车的颠簸而微调，才能控制住出血量。周医生肯定是找不到出血点，才需要我帮忙。如果他那边的病人跟眼前这位一个情况，时间应该快要不够了。薛老板，林然怎么还没来？已经去叫了，应该快了。没事儿，别着急，只是捅了1刀而已。我见过被捅的多了，医生火花一缝，2天就可以出院了。虽然现在这么个疗法，这青年挺不了几分钟啊。这个时候还要他分析来安慰我这个医生，可恶！喂，医生，你让他自己压着伤口就好了嘛，快过来给我们包扎一下。你的伤口我刚才已经看过了啊，没什么大碍。我现在根本松不开手，一松手就会出事的。你想办法自己处理一下吧。上次我大哥住院，请我们吃病房里的橘子，那橘子越吃越多，最后医生把我们赶出院了。开始说这种胡话了，已经到弥留之际了吗？再不想想办法，恐怕就真要来不及了。秦老板，把你店里最干净锋利的刀拿给我。
再拿2瓶高度白酒，2条新的白毛巾，快！好。老周，你要的东西拿来了，有这些就没事了吧？哎，没事啊，怎么可能没事啊？现在的情况，不开府压根就不知道该如何执行。真要在这种地方开府，那就真是烂事上身了。这孩子的家里人若是通情达理，不找事还好，否则的话，就是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该死！老周啊，老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着责任划分？你可是个医生啊！没时间了，赶紧动手吧！薛老板，把酒拧开给我，我要给患者消毒。哦，好，2瓶酒进价1000多块，这个钱算我出的。别说咱老薛见死不救，我就这么大本事了。薛老板，请请。把那瓶也打开备用吧。好。准备开腹了。周医生，等等，剩下的白酒留给我洗手。凌然，你总算来了。这边的病人必须马上开刀。好，先把病人搬到一起吧，我这边还不能松手。病人肝被伤到，失血量较大，所以休克了，得抓紧了。帮我洗手。周医生，压住了，现在的情况可非同寻常。放心，来吧，咱们在急诊室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施工时开刀，高手啊！看着呢，看着呢。我从这医生来这边开始，就一直在录像了。如果可以双手操作的话，这样的刀口已经足够了，缝合的时候也更方便。但我现在只能单手，并且时间不足，只能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周医生，赶快用剩下的白酒帮我洗手。好，可以了。我的天，本以为凌然开刀只是为了寻找出血点，结果竟然是要同时进行双手的徒手止血。呀，快看，这医生简直天秀啊！我愿称他为最强啊！真的好帅啊！这名伤者的伤口相对更深，刀口也更窄更细。如果直接做徒手止血的话，手是根本插不进去的呀。难怪凌然会选择开那么大的刀口。以现在的姿势，无数眼单手搜寻肝脏，还真有点困难。不对，快来几个人帮忙按住！来了。好，找到了，这样就能将血止住了。凌然这小子已经累到汗如雨下了，累成这样也正常。毕竟他现在的操作简直就是在挑战极限。周医生啊，救护车叫过了吧？啊，早叫过了，不知为什么还没到，我再打电话催催。再完美的徒手止血，也只能够延缓失血速度，该有的治疗还是不能少的，得赶紧把人送到医院里才行。会不会是因为整条街都是占道经营的，救护车来了也不好进？谁有后座宽敞一点的车？现在就得送病人去医院了，再等下去肯定来不及。坐我的车吧，就在那边。病人就交给你们了。好。腹腔手术，好想参与啊，但我目前的状态实在是太差了，2条胳膊支棱太久，已经抬不起来，哪怕是精律药剂也没有。现在的我，只是做个简单的拉钩，估计都没办法完成。我明天想休息1天。我这就给你备注上去，安心休息吧。算了，还是半天吧。明天如果有病人的话，就安排到下午。好像也不行，如果凌晨就有病人来，却要等到下午，有点不太合适。人总要休息的。林医生，你今天做